这次地球的事情不简单。大哥这么快已经知道了？之前地球所有人被收进一方世界，我不少朋友透过虚拟宇宙网络联系我。我稍作调查才知道石火尊者去地球的事。巨斧斗武场这种超级势力，内部管理何其森严，你竟能查到处于保密级别顶端的尊者在做什么？先不说这个，石火尊者没为难你吧？没。我猜他也不敢。大哥这口气，难道事情能摆平也有你一份功劳？我哪有那么大能耐？全靠虚金之主肯出面。虚金之主，连噬火尊者那种大人物都要乖乖听他话，那是何等可怕的存在！三弟应该知道，混沌城的52尊混沌杯，其中有一尊名为天虚混沌杯。天虚混沌杯，那可是52尊混沌杯中名列前10的，其强大程度仅次于我所修炼的9羽混沌杯。它的创造者就是虚金之主，是比宇宙尊者更高一阶的宇宙之主。大哥，你竟然是那样伟大的存在！都是运气。运气？你可真轻描淡写啊！哼，快说来听听。事情要从我闯幻境海说起。幻境海，大哥心境了得，一定成绩不错。不知闯到哪一步？我千难万险闯到了第21座岛屿，可惜止步于此。21座？大哥竟然会失败！二哥，你知道什么？大哥只差最后一步就成功了。幻境海的岛屿一共才21座。什么？越往后，意识威压就越可怕。从第10座开始，就是不朽神灵的意识威压，到第21座，更是宇宙尊者级的威压。我当年才闯过9座，而大哥竟能连闯20座，实在是牛啊！哇，太牛了！可能因为这样，引起了巨斧创始者的注意，将我收为记名弟子。巨斧创始者，那可是人类族群的最强者。当然，在我成为蜂王不久前，那位大人不可能亲自教我，所以安排虚金之主指点我。也就是说，大哥现在受到虚金之主的指点，将来有一天还会得到巨斧创始者亲传。怪不得能请到虚金之主说话，连噬火尊者都要因此对老三客气3分。老二，我也向虚金之主推荐了你，他很看好你，已经安排一位弟子收你为徒，估计最近就会联系你。天啊，大哥，我真是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哦不，是全体投地！大哥，太好了，大哥、二哥都各自拥有了大好机缘，一起加油！那大哥，巨斧斗武场那群宇宙尊者，一个个都想买地球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正是我找你们要说的。我的心境实属罕见，老三又被认定为绝世天才，这种同一生命星球、同一时代接连产生天才的巧合，让巨斧创始者意识到地球或许有些特殊。他查探后，果然发现了惊天秘密。他发现，地球在亿万年前就被一位异族大能改造过，连带周围上千光年都得到奇特影响，使地球上孕育的生命灵魂能得到特殊进化，心境感悟更高于常人。据说宇宙中极其彪悍的焰神族就是那位大能所创造，连巨斧创始者都对他佩服不已。焰神族，我曾在地球上得到一块金属板残片，就是焰神族留下的修炼秘典，其成就已经相当惊人。没想到他们还只是那位大能的创造物。焰神族以身体进化为常，心境上略有缺陷，所以他又改造地球，想孕育出另一支心灵强大的族群。这种改造不是谁都能做到，而地球一旦移出太阳系，失去周围星空的共同作用，又会失去奇效。
自然成了众人眼中的宝地。地球乃是一族大能者耗费无数心力创造出的摇篮，价值无量，绝不是现在的我所能掌控的。等吧，让虚拟宇宙公司和巨斧斗武场扯皮完。罗峰，是九剑尊者，来得好快。我代表公司来与你谈地球的事。前无宇宙国本就属于公司管控，按理说，只要公司下令，就可剥夺你的地球所有权。可公司还是决定按正规途径向你购买，两种方案，你任选其一。浓郁，这是交易合约。这哪里是给选择，根本不容拒绝。可我确实也毫无办法。若真被夺取所有权，就什么都做不了。第一种方案，你将地球卖给虚拟宇宙公司，获得2000亿混元单位巨额财富。此后，地球一切处置由公司全权负责。你承诺给不死尊者的一座岛屿，由公司代为执行。为你安全考虑，款项将分3次付清。第二种方案，地球人仍可居住在陆地上。但将地球所有海域，包括海域上空卖与虚拟宇宙公司，售价500亿混元单位，同样分3次付清。你选哪一种？你必须选择其中一种。第二种。第二种，这可是1500亿混元单位的差价，足以让宇宙中无数强者为之疯狂。你真不再考虑一下？家乡，不到没有任何办法，我绝不愿让无数同胞背井离乡。这样一笔财富，就算是我都会心疼，而你为了家乡，竟这么随意舍弃，令人钦佩。签字吧。宇宙星河银行发来通知，入账500万会员单位。虚拟宇宙公司果然够爽快。怎么了？好像不太开心。没什么，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弱小。面对巨斧斗武场、虚拟宇宙公司，就算是面对石火尊者、九剑尊者，乃至眼烛王，我都没一点反抗之力。弱小没有错，甘于弱小才是错。就算是伟大的巨斧创始者，或者那些宇宙中的巅峰存在，哪一个不是从弱小一步步成为站在顶峰的强者？巴巴塔，你说的对，我需要做的就是砥砺前行，直至成为纵横宇宙的超级存在。这么说来，同为大能造物焰神族的那块金属板还需好好参研，配合冰甲的极限加持，当可助我更快提升。另外，手头的事情忙完，我也该前往混沌城了。9与混沌杯的参悟可大大加快我的提升速度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时空随笔第3册很快将无用了。我得购买第4册，可那需要100万积分。连环任务，前一环任务完成度得达到80%，才能继续下一环。要求高，收益也高。你看4环基本积分，加上最后的附加积分，最高能拿到200万。第1环任务，惩罚奴隶贸易组织，我奉组织的18位董事。任务全程只能由你一人动手，还得给虚拟宇宙公司同步直播。
火凤组织。他们不仅圈养迫害奴隶，还为权贵掳掠宇宙公民，满足权贵的各种畸形虐杀癖好。这些人渣仗着家族势力为所欲为，腐烂至此。要是我罗家有这种人，我绝不姑息。这次任务你拥有高度自主权，火凤组18位董事的性命及他们管辖的众多奴隶的未来，皆系于你一念之间。但因为没有明确的任务判定标准，想达到80%的任务完成度，或许并不容易。这第一环任务须得谨慎些。我已规划好最佳路线，抵达第一站贝斯星球需要5个月08天。在这期间，你可以安心参悟那块焰神族金属板，积分修炼2不误。在宇宙中，身体基因的进化跃迁至借助级便会停止，而这残缺的秘点竟能超越宇宙规则，使我的身体自成一个内宇宙，推动身体基因不断进化。不过一旦失败，身体就会进阶崩溃。幸好只要我的元核不灭，就能一次次再度复活。修炼后，地球人身体强度竟达到了先前的2倍，金角巨兽达到先前的1.5倍。只可惜搜遍地球也没再找到第2块技术板。罗峰，到站了。这就是贝斯星球。已开启虚拟宇宙网络同步传送，你所做一切都将被观察记录。没踩着多少，这样下去我们全家都得完蛋。是魔神！魔神们来了！巨木部落的族长呢？快来见我！巨木部落
你们去年上交给克拉奇大人的红火草还差30%，需用部落30%人口来抵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去年上交给克拉奇大人的红火草还差30%，需用部落30%人口来抵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阿爸，阿爸，不要！龙某，龙某！竟然还藏着个行星级，诞生行星级，我们必须带走。大人，龙某他……违反者，部落族长处死。这可是伟大的克拉奇大人定下的。族长，族长！你们不会以为保住一个天才就能改变你们当奴隶的命运吧？上次巨木部落诞生行星级还是在800年前，这小子多加调教就能到恒星级，卖价可是普通族人的100万倍。我们是火凤族成员，不知2位大人来贝斯星球有什么事？我这就禀报克拉奇大人。不用了，我会亲自去找他。我宣判你们死刑。好。是神！宇宙中来一个强者，就被称之为神。神灵真不值钱。火凤族买下这颗星球后，原住民就成了他们的奴隶，且世世代代都是奴隶。在这宇宙中，弱小便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龙龙愿为神的仆从，恳请神收下我。他是巨木族内的天才，但在外族面前依然弱小。当年我在地球也是如此，不过我比他幸运，我靠着金角巨兽以及陨墨星传承，才能在宇宙崛起。这个小家伙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。放心，待虚拟宇宙公司接手，这些奴隶星球会进入正常发展轨道。像他这种有天赋的小家伙，也会得到培养。我们走吧。怎么办？神走了！神没收我，完了，这么多魔神死了，我们全都会被处死的。欺压你们的火凤族是神的声音，将会覆灭。贝斯星球将不再是奴隶星球，这里会和其他生命星球一样，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。我们不用再当奴隶了。等待虚拟宇宙公司的人员到来吧。宇宙公司，那是什么？警报怎么响了？有董事大人在呢，怕什么？崔朗星域还没有势力干扰咱们火凤族。董事大人，所有人乘坐各自飞船，立即离开贝斯星球。是。
还想逃吗？拜见不朽神灵！拜见不朽神灵！这家伙倒是有眼力。两位大人，我克拉奇是火凤组的一位董事，拥有火凤组5%的产业，与前卫宇宙国贸易部门有诸多业务往来。你是指给七皇子提供了不少奴隶？我给七皇子的都是顶尖的好货，只要两位大人有兴趣，想要什么样的我都能给你们弄来。只要您二位愿意放我一马，我火凤组的产业都可全部奉上。3名域主级，101名宇宙级，49名恒星级，近5000名行星级。阿米塔、戴尔、费恩、克里夫斯、多克，我宣判，你们5人无罪。其他所有人全部死刑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快逃！剑之世界。这真的疯子！轮到你了，我不想死！我感觉你比我老师嗜血王更加适合嗜血这个称号。金甲巨兽天生凶残嗜血，他的血脉确实对我产生了影响，但我只杀该杀之人。
贵的变态欲望。他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沾染着鲜血，但他们的罪恶也理应用鲜血偿还。已经解决了17个火凤族董事，就剩下他们的老大潘西了。这潘西倒是个传奇人物，奴隶出身，在被植入生物芯片前一天发起暴动，率领手下逃离奴隶星球，潜修数百年后，报复了当年的奴隶商，借其势力发家，建立了火凤族。如今已修炼至界主3阶，仍很少享乐，只是隐于小行星群苦修。我欣赏他的毅力。但他做事实在没有底线，明明奴隶出身，却放任手下残害奴隶。火凤族种种恶行，令亿万人类受难，无数家庭因他破碎。就由我来结束这一切。前方小行星全部经过改造，装载了诸多科技武器，堪称一个机械堡垒。就算崔浪帝国的星际舰队过来，都会被横扫。这潘西够小心的，可惜他防不住我。哼，这次审判可能不会像之前17次那么容易。哦，已探测到生命特征，潘西就在星图标示的贝恩小行星群第82号小行星。发现入侵者，出发。19级宇宙飞船，阿巴塔，撞坏它！不朽神灵，我似乎并不认识二位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先发起攻击的好像是你吧？潘西，我叫罗峰，受虚拟宇宙公司之命，对你们火凤组进行审判。虚拟宇宙公司？你手下17个董事均已伏诛，你作为组织头目，罪责甚巨。我正式宣判你死刑，由我亲手执行。亲手执行？哼！你是想让旁边那位不朽神灵先压制住我，等我无法反抗，才亲自动手吧？我身后的不朽神灵绝不插手。狱主级的小家伙，难道你想亲手杀我？没错。受死吧！受死吧！等我活捉了你，
不朽神灵定会投石祭器，到时候就是我逃脱的良机。这个白痴还敢与我近战交手？看来我命不该绝。好恐怖的力道！若非有冰甲和魔云藤护体，恐怕我已粉身碎骨。还想逃？剑主祭6阶的噬心草，我之前浏览过它的资料，号称最坚韧的攻击性植物生命，稀有度完全不输魔云藤。果然有点能耐，魔云。想逃，晚了！切入9阶的刹罗花，刹罗花以其强大的攻击性和恐怖的吞噬力而闻名，是丝毫不弱于魔云藤的存在。它竟能培育出2种界主级的植物生命，殿下的阿塔。早就准备好了。错了，是那艘飞船。你的飞船更高级又如何？我的刹罗花可是界主级9。魔云，快让开！阿巴塔？什么？还有一艘？该收尾了。让你尝尝媲美不朽神灵的一击。任务完成，撤离。潘西的这枚世界戒指似乎有着不寻常的气息，世界之力。世界中竟然还隐藏着一方小世界。这是什么？我的生命晶核竟有被滋润孕育之感。这是洛克神水，它蕴含惊人的生命之气，不管是培育植物生命，还是疗愈身体，都效果极佳。
这一池洛克神水足有712立方公里，如果按照市场价计算的话，就是63.37亿混元单位，相当于很多蜂王机不朽的全部资产了。这么贵？原来如此。韩熙得到神水后，为了保命，并未声张，而是暗中培育了2株借助级植物生命。如此宝物可不能浪费了。有邮件，是公司对你此次任务表现的评分。最高积分任务第1环已完成，经诸位成员评判，你的第1环任务最终完成度是82%，可以得到8.2万积分，并且有资格继续第2环任务。82%，差一点就失去了继续任务的资格。这个分数真的科学吗？我明白了，你看下面的评语：杀伐过甚，极度危险；执法果断，未乱本心。前半句是指责我杀戮太多，宣判过严；后半句是说我的执法都是依照律法实行，而并非沉迷杀戮，迷乱本心。看来公司高层对我的表现颇有争议。不过我们还是成功开启了第2环任务。古伦宇宙国疆域内有一强大的蜂王级不朽——血魔王，其控制的杜托星域有一名为血魔试验的残酷选拔，即安排巨量民众进行血腥的互相残杀，最终选拔出极少数生还者。1个月后将有2处试炼场地，一是在梦崖星系，从100万恒星级中筛选出10人；二是在维里星系，从100亿行星级中筛选出100人。从上述2处试炼场地中选择1处，阻止血魔试炼，拯救试炼成员。任务过程中，请保持虚拟宇宙网络同步传送，以便公司给予任务完成度评判。难以想象，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地球上，难道不可以2个星球都救下吗？2个星球所在位置相隔极远，想要在短时间内往来绝无可能。我想公司的目的就是让你做出选择，这也是任务的一部分。我决定了。殿下，这片星域因为血魔王的压迫统治，成为恒星级极难。而行星级则与普通人无异，您为何最终选择就100亿行星级呢？我的家乡地球经历过一次次浩劫，我知道死亡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。在对生的渴望面前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我必须选择救下更多的人。快看，我们到了！沃尔，别怕，我一定会让你活下来，一定会。拜见拉比德大人。血魔试炼成员齐了吗？已全部到齐。很好，孩子们，你们100亿中注定只有100个能活下。通过
王这么做是为什么？他是为了选拔便于培养的血魔战士，收为手下巩固实力，所以对试炼非常重视。这一次负责监管试炼的就是血魔王的心腹手下。一方世界，收！所有人立刻停手！谁敢妄动，后果自负！任务完成。破坏血魔试炼，找死！有洛克神水的注意，魔云头的再生速度更快了。束缚我兵器，小小狱主级，敢在我等界主级9阶面前造次！我够了吗？不朽神灵，你刚刚隐藏了气息，你们是谁？敢破坏我主人的事，先命偿吧！你那老祖宗血魔王虽然厉害，可和虚拟宇宙公司比起来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血魔王若想选拔优秀的战士，大可以利用虚拟宇宙对战来完成，他却将亿万生命当作儿戏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你懂什么？只有对真实的求生渴望，才能激发出咱们的潜能。好，那我就来看看你的潜能如何。一轮。不！殿下，我们回城吧。诸位，从今天起，你们110人就可以脱离杜拓星域，也永远不必再进行血魔试炼。我会将你们转交给虚拟宇宙公司，公司会给予你们和平的生活，一个新的家园。我们不用死了。我是公司对你的第2环任务评分来了，我看看啊，完成度90%，获得18万积分，并有资格进行第3环任务。快看看第3环任务是什么？快看看第3环任务是什么？血魔王虽没做超越底线之事，可他麾下难免有人越界。公司已查明21人罪行，传令血魔王抓拿。你的任务是前往血魔星，对这21人进行审判，判处牢狱或死刑。嚯，让你当着主君的面审判他下属，这不是妥妥要打血魔王的脸？他们哪里是在逼血魔王，是逼我
在下飞客，是公司派来协助罗峰殿下的。你应该已经知晓任务内容了。唉，公司命令，血魔王自然不敢违抗，但肯定憋了一肚子火。我去，怕是正好撞他枪口上。哈哈，放心，给他10个胆子，血魔王也绝对不敢动罗峰你一根手指头。现在不敢，可将来呢？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看清点，血魔王自然记你一份情。哼，你倒是看戏不嫌事大，说得轻巧。公司要我亲自动手抓人也就算了，还叫这么个狱主级小家伙来指手画脚。碍于我的身份，他此刻已明显收敛气息，可那霸道血腥之气仍暗流汹涌，令人无法忽视。拜见血魔王，这位就是公司派来的主审官罗峰殿下。你就是罗峰？真眼王果真收了个好徒弟。听说不久前，你还搅黄了一场我的血魔试炼。是。不用解释，一次试炼而已，不算什么。他说的豪爽，恐怕心里未必这么想。多谢血魔王理解，我也是替公司办事。理解，当然理解。不过很多事情，你还是有决定权的嘛。那是当然，您那21位下属的生死，可全在罗峰殿下一念之间。这老家伙是故意要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别站着了，快随我进殿。我特意为你准备了接风宴。妖族碑灵龙肝，这碑灵龙的龙肝，是我知道罗峰你要来，专门令人通过神国以最快速度送来的。美味。火焰血灵芝，绝世佳酿。血魔王，这桌菜得值10万混元单位吧？罗峰殿下，托你的福，不然我一辈子都未必有这样的口福啊。这点算什么？我一见罗峰就很是欢喜。罗峰，你也尝尝。这点儿，怕是连封侯级不朽神灵的全部身价都不足10万混元单位。血魔王这般自降身份，我要是再吃了这桌佳肴，一会儿可真不好中啊！快，罗峰，好吃！这老家伙是诚心给我出难题。血魔王，那21人……哎，审判的事不急，先吃饭。还请见谅，实在记挂公司任务。好，我也不勉强。来人，将那些废物押上来。大人，我的错了，请给我们机会。那2人周身散发法则气息，身上还被施了特殊的禁锢密纹，应当是那2名不朽。
你俩跟随我上万纪元，我也想网开一面。只不过，今天决定你们命运的不是我，是这位来自虚拟宇宙公司的大人。相信他会对你们做出正确的裁决。看来是暗示你放过2名不朽，其他19人你可杀了向公司交差。奥克菲，我判你死刑。大人，求吵什么？别打扰罗峰审判。虚拟宇宙公司早有命令，一旦罗峰殿下宣判这21人谁死，则由我亲自执行。下一个 ，AD， 死刑。莫尔加，死刑；德拉贡，死刑；死刑，死刑。伊索，大人，我已真心悔过。毕竟，每个不朽都诞生不易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。哦，我多言了，罗峰，你继续。还真是有趣。他静静看你杀了19名麾下，剩下2名不朽，你若还杀，可就是真不给血魔王颜面。伊索，你以屠戮为乐，残害100亿少女，根本没将他们当人。我判你死刑。你没资格杀我！找死！大人，刚才出手的是血魔王，竟一掌将不朽化为齑粉。胆敢放肆，死不足惜。罗峰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公平。他们这是要逼我就范。哼，普拉德。死刑！罗峰，你的判罚真是公平，很公平。事既已了，恕不奉陪。送客。罗峰把血魔王得罪得死死的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这般得罪他，我担心。做都做了，后悔也没什么用。有邮件，是任务评判。给了满分，这次全杀完了，他们倒没说你是杀，到底什么标准啊？我大概能猜到，身在上位者选拔人才，能力心性固然重要，但最优先考虑的一定还是能否为己所用。就好比一件厉害的武器也要趁手，能指哪打哪才是利器。哦，嘿嘿。自从罗峰崛起，乃至成为前屋分部监察特使，罗家地位不断攀升，成员越来越多。罗家虽有家规，却也有监察不到的地方。现已查明罗家内21人罪行。你必须回地球亲自审判这21人，方式为牢狱100年、牢狱10000年、牢狱100万年或死刑。如判处死刑，
必须由你亲自动手执行。仗势欺人，杀人放火，残害无辜，你的那些后人们真够乱来的。可让你审判他们，死刑的还得亲自动手，也是够损。最后一个，竟然是父亲。牵强！我承认这21人中有人的确是死罪，可是我的父亲呢？我父亲整天玩虚拟游戏，竟然都被你们扯出一个罪名来。说你爸为壮大游戏公会肆意杀人，这可是很严重的指控。父亲真要照章办事，他不是死罪也得是牢狱万年。罗峰，该怎么办？竟让我弑父，公司够狠的！什么人，竟然敢擅闯我罗家府邸？罗彦成，奉家属令逮捕你。罗玉乾、罗玉荣，奉家主之命逮捕你。罗方琼，公司提供了完备的证据链，那20名子弟确实罪行累累，我无话可说。唯有父亲。小凤，你平日里那么忙，怎么有空跑来游戏里？爸，这月色真美。我们多久没坐下来海阔天空聊聊天了？看来是有事。没。爸爸明白，这些年你背负了很多，一定会遇到各种不顺。但人嘛，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。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也贪玩，后来有了你们，才知道要做一个有担当的大人。是啊，我怎么会忘记？那是一身疲惫回到家，却还对调皮的我们展露笑颜的您。可无论遇到何种麻烦，都不可以违背最基本的做人原则。记住，爸爸永远都会支持你。爸，听说你建了个工会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可厉害了。一群生死兄弟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刀砍怪，骑着魔兽在无尽冰雪世界飞行，100万大军拼杀，阵前斗将，太酷了！那就是公司在太阳系内建起的驻扎地。还不止，公司在地球海域内的殖民城也以星罗棋布建造起来。
场又是你，你可知罪？祖爷爷，我不。你出生至今200多年，却杀害无辜过万。上次回来时我就惩戒过你，没想到你还不知悔改。你很聪明，做事滴水不漏，可家族查不到。你以为瞒得过虚拟宇宙公司法眼？我判你死刑。下一个罗玉荣，怂恿兄长，仗势杀戮，死刑。有一前，你纵容妹妹，失察之责，不教之过，牢狱万年。念你年幼，犯事不多，牢狱100年。罪大恶极，死刑。牢狱10000年，死刑，死刑，死刑。罗家子弟都听好了，强者之路，杀伐果断，但不代表可以目无法纪纲常。不知节制，胡作非为，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是。所以何时父亲被人利用，全部知情。得知真相后，他也异常愤怒，你主动解散工会，所以裁定无罪。我这群本心做事，别人怎么评价无所谓。出发吧，前往混沌城。修炼变强。守护地球，才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。罗峰殿下，混沌城安全无虞。而等你离开时，想必已成为界主，便无法再带护卫。我们得再次作别了啊！谢谢你这些年来的尽心守护。强者之路，危机潜伏，保重，小师叔。保重。在混沌城这个修炼圣地，我的第一要务就是将人类身体突破至界主级。但要如何达成，还需老师指点。老师，这是……你要突破界主级，就得靠秘法辅助，所以我为你买下了106种普通秘法。1套珍贵典籍。这珍贵典籍名为《兽神七杀》，记述了金之法则与空间法则的结合之法，非常适合你。兽神七杀，又名眼神七变。作者正是金角族的希罗多前辈，他是在参悟兽神招式后创造出的这本秘法，那我就能通过兽神雕像触类旁通了。炼成前6层，宇宙之主以下无敌，而这一套记述了前3层内容，炼成后可宇宙尊者以下无敌。罗峰，老师。
来来来，我的好老师，他应该要花不少积分吧？也就81。81？我先前完成的最高积分任务也才140多万积分。老师，这太贵重了。你好好努力，争取赶上老师，花这积分就花得值了。此恩，弟子谨记在心。宇宙中共有10大本源法则，其中空间与时间为上等法则，其余8种为下等法则。由此衍生出空间派系与时间派系。无论何种派系，都需要上等法则与下等法则融合，才能更进一步。我的方向正是金与空间融合之道，乌头本质方能融会贯通。得益于金角巨兽天赋，金之法则我已近乎悟透，而空间法则我仍需借助混沌杯。炼罗前辈花了3000年才悟透构成空间法则的108种玄妙，但我凭借优渥的修炼环境、兽神雕像的辅助，加上磨砂分身的同时参悟，3者结合下，修炼速度要快得多。小柯，罗峰现在跟你一样，都是原始空域的狱主成员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原始空域狱主共11人，就他一个新人。我们老人至少都闯过了第10层通天桥，而他还没闯过第8层，实力差得远呢。那我很期待领教到前辈本领的那一天。你至少已经是界主级实力，比其他成员强太多了。他们还以为你好欺负呢。哼！18年后，决定空域成员去向的狱主级资格战就会开始，到时自然能给他们点教训。现在我距离悟透108种法则玄妙只差1步，而混沌杯参悟次数却已用尽。当务之急是闯通天桥，争得参悟机会。罗峰殿下，自从您闯过第7层以后，已经过去几百年了。当上监察特使以后，我反过来成了苍伯前辈的上司，现在还有点不习惯。这次您打算闯到哪一层？我会给大家一个惊喜。我们这一届大部分都卡在通天桥第7层，只有博兰闯过了第8层。要不要赌一赌？谁会是追平博兰的那个？哇，罗峰闯过第8层了！好厉害！看来不需要赌了。快看，罗峰开始闯第9层了！罗峰闯通天桥也引起了不少高层关注，他们猜测的最终层数大致在第9到第10层之间。毕竟，闯过第10层，就意味着他在法则感悟上跨入了不朽的层次。低估了，他可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的类型啊！
我们原始空域域主都修炼数万年了，罗峰才几百年就追遍了我们最强成员的层数啊！这不可能！别看我也没想到他能闯这么远呢。他还想继续闯第13层，以往玉柱级成员可没有任何一个能闯过这一关。以玉主之躯闯至此处，实属不易。然吾身为守关者，断不会放任根基不稳者轻易闯过。请接下吾之最强绝学——眼神冰第9重。不朽，亦可敌。攻势飘忽冷厉，不愧为眼神兵的最强一招。但我苦修多年，已能将兽人雕像中领会到的意境融入到招式中。我第8重的极限威力